观众老爷们好，视频开始练习我视频点个赞。这视频的话，我们来给大家讲讲这个昆明人啊。昆明人这个途径的话，就是目前现在作为输出的一个绝对轮椅啊，它的强度和各方面来说，我觉得都没有啥太大问题。而且在数值累加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昆明人的强度其实是整个游戏里面最容易打出来的一个职业啊。我现在是一个全新的号，然后我们来说一下昆明人的这个面板啊，技能增强攻击肯定是要的，然后破防可能在一定的攻击加成和技能增强的累积之上，那破防的需求可能没有那么高，穿刺的需求可能也一般，然后暴击的话也比较一般，所以说对于昆明人来讲，可以无限去考虑对攻击加技能增强，就可以去碾压防御，就碾压敌人的防御，就无视破防，这也是一个可以的一个选择啊。然后如果说你破防高，其实也可以，但是破防的收益目前我感觉不如攻击加技能增强的双向收益，因为对于他来讲就是一个只要累压这个强度，而且呢，比较出这个手段这个手法这方面也都是比较 OK 的，而且内测。先从这个模式操作，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它的一个技能。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基础技能啊，就是基础平 A 啊，就是这个巫术。巫术的话就是也是一个3段攻击，然后每次打3下，然后获得一个6、5、13的这个神秘知识。自身拥有知识灌输时，本技能获得强化，然后强化的话就会变成这个朗基努斯之枪啊，然后打到指定区域，然后造成这个1000的伤，1000加1000加1000的伤害。然后它的并且会对这个范围内施加4秒的一个禁疗，并且有50%的概率施加3秒的减速效果，同时会获得20的神秘知识，啊，神秘知识会自动拥有100点，达到100点之后解锁技能啊，信息洪流啊，就这个终极技能就是这个大招。信息洪流的话就是拥有100点知识技能可以使用，在锁定目标内召唤一个洪流，信息洪流会以移动速度追击敌方，然后会每秒对周围的4名敌人造成1267点魔法伤害，每次攻击消耗20点。神秘知识不足时会停止，这个技能就是我们开了之后它会一直掉，然后生命技能开始的时候5秒后，然后每次攻击消耗就是知识神秘知识，然后递增10点，然后消耗30、40、50、60、70，就是它这个打5秒，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给大家看，在这个能力比较满的时候，稍微等一下就然后这时候开大招的时候，你再放这个能力也就会延续这个大招的释放，然后这个大招会一直掉我们的能量直到下。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对能量的那么敌人的国家可以将他们的收到一个只有1到2秒的 CD， 就是一个无限释放的一个轮次啊。所以说这个技能还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它的这个技能，就有个强制停止，就是如果说它比如说攻击了7次和8次、9次的时候，它还会额外造成1轮伤害，它这个伤害量也非常高。如果说你能叠9次的这个伤害，那么它这个伤害就能叠加到5703啊，然后并且有91%的概率浮空敌人。这个浮空的话，其实对于整个昆明人的控制来说，其实还是比较完善的。而且他的这个技能，怎么说呢？就是你打成9秒的这个概率还是挺高的，因为你只要攒满，然后技能 CD 好的情况下，一轮打下去肯定是有1轮9秒，2轮9秒可能有点难，但是1轮9秒是100%有的。第2轮可能你的技能就会断，啊，只要稍微对这个就是技能释放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理解的，其实操作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你像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在开战之前，假设我们就是用这个技能折到完了之后，对吧？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信息能量了，那我们脱战，然后找一个空地，找一个空地，我们这个技能就是随便甩一下，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随便甩一下，只要是这个非定向技能，都可以通过这个定向技能的释放，然后
然后叠满能量之后，我们就可以开一个新技能。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比如说先去把这个技能叠完之后，然后在这个就说是跟敌人接战之前，我们就已经拥有100能量。然后在这个100能量的拥有状态之下，我们把这个 CD 等好 CD 之后，然后我们进场开大招，就是现在先叠了点，我们等 CD， 这又放了一个，然后我们再放一个星沙，然后这样应该就是要满了，可以满了。那你看这样，现在我们这个底下的能量条就满了，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对吧？然后这时候的话，我们面对敌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选择去开这个信息洪流，然后并且我们手里面有这个一些就是反斩的技能，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信息洪流直接续上。稍微释放的速度慢一点，不要很力释放，我觉得应该是很容易的。那你说我们现在打出来这个伤害，就是一个比较，就是说算是全额的一个伤害。就是想要达成这个，就是这个大招的爆发，还是需要亏米人在这个战斗提前就叠一下自己的这个能量，然后在这能量满的情况下，配合大招去打这个高爆发。然后同时的话，这个它的这个霸体技能其实也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这个霸体技能是有一个减伤的，而且同时的话它会造成一个减速，然后并且它是处在一个星光状态。星光状态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就类似隐身的一个效果，就是它就不会被选中，但是它会受到 AOE 伤害，但是又有减伤，所以这个技能的逃命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就是灰迷人他看起来可能比较脆但是他的这个大体的逃命其实还是很好用的，但是他唯一的缺点也是他只有这一个霸体目前应该是只有这一个霸体好用，其他的技能可能就没有这个霸体这么好用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说它的一个被动技能，每次释放普通攻击有5%的概率，释放技能有15%的概率向敌方发生个知识漩涡，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890点魔法伤害，并且持续1秒的这个15%的净疗。然后它会通过这个就比如说每次攻击它不会释放，比如说运气不好没释放，那我就可以叠加这个释放概率，那么就造成一个就是我有可能会100%释放的一个情况。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头上飞出那个球，就是这个。就这个球，看起来就是这个球，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对手，不是这个球，是这个球，是这个横向飞出的这个球，是我手上拿这个球，大量的没有叠出来，就这个球它是这个被动技能的一个效果。这个被动技能的话，其实就是给亏灭人的普攻或者是他的一个普攻状态提供一个更多的一个输出环境目前就是亏灭人带技能的话，就是我这一套。然后如果是这个飞盘觉醒的话，选择带这个红色这个飞盘觉醒就是基本上是加这个洪流的。然后窥迷之眼的话，这个带的话就是可能会带这个，比如说 PVP 的话，这个强度会很高，但是在 PVE 的话，这个可能就还好。然后还有这个天赋，大家看一下拖个站。还有另一个天赋，这个天赋的话，它是加这个知识族人的一个额外获取，然后再加上星沙的一个伤害，并且这个提供10点的知识获取，然后降低穿刺的提高。这个词条怎么说呢？其实也差不多，就是我感觉分别人的2个词条，就是对它的影响来说不是很大。如果说你手法够好，我觉得第2个词条收益或者说战斗情况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是它更偏向于这个。就是说对自己的一个强化吧，但是这个的话就是更偏向于一个 PVP， 就是这个的话更偏向于一个 PVP。然后如果说 PVE 的话，那肯定是这个好一点，因为它的话可以让你有更多的这个，就说是技能的一个连贯性。你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打，不要说内做，大爆发打满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
昆明人的操作难度来说，我觉得这个学者这个的就是选项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是它比较简单。然后如果选择智者的话，大概率是打 PVP 啊，PVP 的话，比如说这个锁定敌人呀，或者是这个造成伤害呀。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非凡封印物的第3个封印物，有可能会带这个生命手杖。就是不带毒素，但是生命手杖它有一个词条这个属性，哎，我们看一下怎么能买到这生命手杖，我正好买不到，是不是？好像买不到这个生命手杖，啊，能买到，我们买一下这个生命手杖，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去带生命手杖，哎。不是生命手杖，应该是这个深红明月还是这个？有一个加这个距离的。我们换一个号给大家看，我们用我们大号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选择去带这个，对，我们如果选择去带这个装备。就是深红月冠，它的话就会让你的这个输出范围比较近，就是你比如说，你看它自身10米内的敌人造成伤害，降低移动，然后提高自身的减伤，持续8秒；对自身10米距离外的敌人造成伤害时，获得24%的增伤，持续8秒。这个技能的话，对于远程来说提升非常高。就这个装备，它对于远程来说提升非常高。然后如果说你选择玩昆比人的话，这个词条这个就是在解锁了这个第3件封印物之后啊，你的输出将会迎来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质变，因为你很容易打出一个就说是超过10米的一个伤害，对吧？应该就是这个词条，这个装备，就是你很容易打出一个超过10米的伤害。所以如果说要带的话，就是你用这一套，就是学者这一套肯定是会好用一点。但是也有大佬啊推荐说是用这一套。这一刀的话，它把信息洪流改为以自身旋绕，然后跟随自身移动，技能伤害，自己会获得一个减免，然后还有一个加速，然后增益时间最多持续7秒。就这个的话，它会有一个，虽然对你的走位啊、操作上去有考验，但是实际上的这个输出量以及它的这个对自身的提升来说，其实也并不是很低。所以说，看你自己的一个把握。如果说你选择带这个第2个词条，第2个天赋的话，那你就选择去带这个。生命毒素，因为生命毒素的话，这个技能就说是比较无脑的一个伤害增益嘛。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它的一个就说常用封印物啊，常用封印的话，就是基本上是斧子跟这个太阳冲章2选1啊，这个就看你自己一个选择了，其他的应该是不会考虑去选。然后防御封印物的话，就是正义钱包，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也是比较好用。皇冠虽然这个。有一个反伤效果，但是自己用的话可能并没有那么理想，所以还是比较推荐就是正义钱包，比较稳定一点。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携带，然后我们再逐个说一下它的技能啊。第一个技能就是造成伤害，然后并且获得知识灌注，然后释放后获得这个20点神秘知识，然后知识灌注使用下一次巫术啊，就是普通攻击获得增强，然后使下2次释放折射之光和星沙，还有星光囚笼得到强化。知识灌注每一次只能强化同一个技能最多1次，然后神秘知识用100点，然后达到100点之后解锁这个知识洪流。这个技能是个定向技能啊，不能就说是在这个没有目标的时候直接开，我们必须是有选择目标之后，然后才能去开这个1技能，才能有这个强化，强化只能强化2个。然后平 A 也会得到一个平 A 的也会得到一个，就我们平 A 这边这个技能的话基本上是必带啊，因为它这个技能就说是对于整个伤害量以及它的这个就是伤害轮次各方面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这个技能基本上是昆明人可能必带的一个技能。然后其他技能就可以有选，比如说像这个折射光束，它这个技能的话，就是它是一个打这个群体的伤害，但是它的这个伤害量其实也不低，就是如果打单体也不低。但是它跟窥秘之眼其实会经常考虑到一个2选1的一个效果。这个的话，如果说走正常轮次，毕竟它的冷却只有8秒，但是这个技能的话有17秒，
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如果说技能 CD 短，那我们就能对于更多的这个信息洪流的一个爆发量。那技能短的技能肯定是对于窥迷人来说有更好的一个循环。但是如果说要拼爆发的情况下，窥迷之眼的效果可能会更好，而且窥迷之眼的自带生存，以及和那个第二个天赋树的一个击飞效果，在 PVP 里面也非常好用啊。所以在这个的话，大部分就是 PVE 去用，然后 PVP 的话可能就会用的少一点。这个就是一个群体伤害，但是综合来说啊，就是更偏向于群体啊，单体的伤害效果可能会稍微差一点。然后星杀这个技能的话，就是一个群体 AOE，这个的话就是也是用来叠这个知识能量的。整体伤害量其实也还好。然后皇帝的新衣就是一个它的一个霸体啊，但这个霸体 CD 时间特别长，然后这个技能它的实际收益其实也还好，因为它就是2秒霸体，而且它没有解痛，所以这个技能的话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不用生存的一个技能吧，也是一个 PVP 技能，因为你打 PVE 的话是不太需要护盾的。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它打 PVP 啊，比如说你开了盾之后，别人过来把你盾爆了，然后还会吃一个伤害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本体的强度其实也一般。然后星光牢笼的话，就是一个控制类技能，就是有90%的概率造成一个眩晕，然后释放后获得2点神秘能量，自身有知识灌输，本技能获得强化。就是我们开了一个知识主人之后，然后星光牢笼获得一个强化。锁定目标造成伤害进行一个增加，然后并且有68.86%的概率进行一个禁锢，就这个眩晕改成禁锢了啊，这个禁锢也可能跟眩晕应该是它俩是分开计算的，然后这个的话就是额外的一个眩晕，然后这个的话就说是也是一个 PVP 技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技能也是一个 PVP 技能，它这个技能的使用其实跟这个你像比如说我们开一技能，有这个，然后它就有一个控制，这个控制的话也是在 PVP 用的，PVP 用的强度非常高。然后比如说我们带上这个窥迷之眼的这个24词条，然后打一个击飞，然后并且还有一个位移，那么这种技能就是在拉扯的时候一个关键效果。然后如果说我们还选择去携带的那个刚刚带的那个盾，那我们在这个打半期这个对于分的还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信息，然后它是队友更多的一个相比较于成都区的居民来讲，就是文化水平的居民，他的其实确实造成处理起来的麻烦，要比这个成都区来说要更多。对 PVP 还是有很多新的可以选择的一些方法，看你一个怎么考量。然后再继续再说这个窥迷之眼，这个的话就是造成一个伤害，AOE， 然后去移除敌方的一个护盾，然后并且在8秒内持续一个减疗，这个就是在打 PVP 的时候非常好用，就是它减疗驱盾，对于战士来说，它这个盾能驱散掉，然后并且还有一个减疗的话，它这个还持续时间特别长，然后释放3秒内，然后可以连续释放，就是快速向身后位移，并获得20点这个支持能量。这个支持能量的话，我们开了这个窥迷之眼之后，然后但是在位移之后，它就不会再获得了，就是它只能说是释放技能的时候会获得一次。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下一个技能神秘再现，神秘再现的话就是召唤一个分身然后持续10秒，然后会获得这个能量然后这个幻象会持续释放巫术，就是自己的平 A。然后造成伤害，本技能会在幻象释放时，然后进行一个连招，就可以跟幻象互换位置。这个也是 PVP 非常好用的一个技能。你比如说我们在对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留一个分身，然后自己跑，跟那个学徒一样，比如说自己开了霸体跑，然后这时候我们开这个技能，然后再回到原地，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操作。刚刚好像失误了，我们再给大家重新操作一下，就是它就是一个让你就是说脱战的一个思路就是比如说，在对敌方，比如说切入阵营的人当中我们开这个技能，然后立马我们拉开战场然后就是拉到战场拉得很远了，然后这时候我们再回去但这个回去的距离好像有限不是说是无限传，跟学徒那个还是有点差距的，这个距离它应该是有一个区域范围内如果说距离太远就回不去了，我们可以控制一下这个距离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距离还挺近，好像。比如说我们这样这就回不去了。
那这样的话就能回复所以它维持目标的一个你必须得跟目标在同一个范围里，所以你还是得保证在这个你的释放技能目标周围，不可能像学徒一样就是无限飞了。这个可能相比较学徒那个技能稍微还差一点，但是 PVP 其实实际用起来，只要有这种瞬间位移的这种效果其实都不差。因为基本上你有霸体的情况下，这种位移的技能都是能教出来的，而且短期拉扯敌人也是比较好用的。然后再说一下这个岁月棋局的话，这个技能是我个人感觉伤害量和这个获得霸体以及它这个伤害的一个100%的这个浮空概率各方面的来说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技能，而且同时降低所有职业技能的一个冷却3秒并且自身在这个释放期间可以移动，就是它是给我们这个技能循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使用你比如说，我们再给大家看，就是我们标准的这个 PVP 的一个思路，比如说1、3、2、A， 然后这个释放这样的话我们1、3、2，对吧？然后我们立马去接上，这样的话信息上面就可以，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就说是合理的一个打法思路，或者说一个轮次，而且它这个自带霸体也不会让这个就说是窥密人有一个太容易死的一个情况，而且 PVP 的话减3秒冷却还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窥密人来讲，就是可以做到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强度来说，这个岁月奇遇这个技能还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所有的窥密人都只要想有出现的应该是离不开这个岁月奇遇这个技能，这个技能也是让窥密人在这个达到一定等级之后解锁技能后也有一个小的质变。以上就是窥密人的全部技能了。然后具体窥密人的这个密偶和这个人脉的话，我觉得就是考虑去带这个戏法表演如果是打这个 PVE 的话，然后 PVP 的话就带梦魇冲击这个就是没得说，基本上都是这样带。然后也可以选择带蘑菇，因为 PVP 的蘑菇伤害量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它的这个技能，就说是比较好点满，就是对于平民就是不充值的人来讲，就是比如说我连战令都不充这种，那么抽满这个蘑菇要比这个抽这个梦魇冲击还容易得多，所以这个带蘑菇的话也是一个选择。然后并且的话，它自己本身其实有很多霸体进场或者是一些近身的这种技能，那么配合上蘑菇一起释放也是可以的。然后密偶的话，一般情况下都会选择带树林目前没有第二个比这个树林强的。然后如果是打 PVP 的话，也可以选择带这个头锤这个头锤的话就是给敌人造成一个控制，然后配合上自己的一个减速，然后让敌人无法脱离这个自己的激活范围这个也是可以选择的。然后这个就是大概窥密人的一个全部思路了。然后这次的这个攻略也是来源于这个就是蓝白的公会就是13的一个大佬就是 ID 叫13的一个大佬，就是他玩窥密人也是从开服玩到现在，然后整个这个攻略流程以及他的这个思路基本上西瓜都是抄了他的，因为西瓜现在没时间去玩这个每个角色。然后对于这个占卜家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攻略然后如果说明天还是没有攻略的话，我就只能给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技能介绍了。观众这个职业的话，西瓜就没时间给大家去做了，因为观众其实比较简单，而且可能体难度也不是很高。我觉得你们就说是开服随便上手应该也是比较轻松的。然后这期视频到这样，大家支持